娘子是上界鼎鼎大名的扶摇仙子，而我只是个猎户。她说我只是她的一场情节，然后带着我们的儿子和她的救命恩人一起飞升了。可他们不知道这是我的第二世，上一世她也是这样说的。齐莹，你我仙凡有别，待我得空便带灵儿回来看你。我信了，守着空荡荡的家，从青丝熬到白发，直到孤独老死，也没等到他们娘俩回来。这一世我不会再等了，情节已过，那就一拍两散，各自安好。我将猎物卖给游商，换来沉甸甸的一罐铜钱。游商拍着我的肩，兄弟都要跟林娘子去上界享福了，还在乎这点小钱？我没说话，只是把钱揣得更紧了些，转身就走。天下那么大，总有我一个猎户的容身之处。这一次先走的人是我。刚到家门口，就听到院子里一片欢声笑语。我的儿子麒麟正费力的御剑摇摇晃晃，总是摔倒。娘，他委屈的撒着娇。我那恢复了修为的娘子只是眉头一皱，随手一挥，飞剑便稳稳悬停，清冷高贵，宛如谪仙。不，他本就是仙，只是被我这凡人蒙了尘。而一旁他的救命恩人常之秋正满眼关切地看着我儿子，比他这个亲娘还上心。灵儿小心些，那温柔的模样，仿佛他们才是一家人。一个温文尔雅，仙气飘飘；一个粉雕玉琢，天赋异禀。再看看我，一个乡野村夫。确实，他们站在一起，才更像其乐融融的一家三口。正当我出神时，一道慌乱的声音响起：“齐莹。”林瑶看着我，眼神躲闪：“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”随即又恢复那副高贵清冷的模样。我没有吭声，前世我回来的晚，并不知道常之秋曾来过，他们娘俩也未曾对我说过。我低头朝屋内走去，见我不搭理他，林瑶在我经过时拽住了我的袖子，我的手糙得很，他轻易不愿意触碰。怎么不说话？知秋也在，今日他是来看看灵儿。我将袖口从他的手中扯回来，知道了，也许是我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惹恼了他。两条好看的眉毛微微皱在一起，眼神也在瞬间增出些许寒意。而儿子麒麟也走了过来，爹，常叔叔还在这里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这孩子小小年纪，倒是跟他母亲一条心。都说儿子像娘，他不仅长得像，心性上像，连喜好都像，就如同他母亲一样，忘了他凡间还有个亲生父亲，却接受和他的常叔叔一同生活在一起。林瑶生性凉薄，麒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我扭头瞪了他一眼，平日里我从不会这样。林瑶本就一副清冷模样，只能我去当一个慈父。麒麟被吓得小脸发白，转头跑向常之秋：“常叔叔，爹他好凶啊，你带我走好不好？”常之秋蹲下身，摸摸他的头：“你父亲只是吓唬一下你，不要害怕，走，叔叔带你去镇上买好吃的。”麒麟欢呼雀跃：“好呀好呀，带上母亲，就咱们三个一起去。我不在乎他们三个是不是一起离开了，不过些许风霜罢了。我现在只为我自己而活。”就在我整理行装的时候，林瑶走了进来：“你今日是怎么了？是因为知秋吗？他不过是来看看灵儿，你何至于此？”我回头看向他，有些不耐的神情：“怎么没跟他们一起走吗？”这句话彻底惹恼了林瑶。齐莹，知秋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重伤濒死时，是他将我从鬼门关拉了过来，你为何如此小肚鸡肠？真是太让我失望了。我林瑶的夫君怎会是这副德行？说罢便拂袖离去。林瑶似乎忘了，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是常之秋不假，但是我把他从虎嘴里救了出来，是我一瘸一拐的将他背回山下，也是我冒险在悬崖峭壁上给他采的草药。而他曾对我坦言，带常之秋去上界，只是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。可说到底，他只是不满意我这个人吧。今日说我小肚鸡肠，明日怕又会有什么他不满意的点。而前世麒麟也很看不上我。爹，上界的都是仙禽走兽，不能随意射杀的。况且你看起来也不像是仙门中人。好在这一切都不重要了，正好他们都离开了，我可以安心的收拾起我的行李，不必有任何解释。他们很晚才回来，常之秋一直送娘俩到门口，才在麒麟的依依不舍下道别。麒麟一回来便钻进了自己的屋子里，关上了门，一副跟我置气的样子。我没工夫去在意他，仔细盘算着离开后的计划。林瑶一如既往的冷淡，你今天这副样子，怕是日后回了宗门会惹出大麻烦。我想好了，回宗门带灵儿和知秋，至于你都是自找的，不要怪我。我终于忍不住嗤笑出声：林瑶，你决定不就好了？如今你已恢复修为，是仙人，我怕你挥手间便将我打杀了事，又怎敢怪你啊？说罢我便闭目养神，合衣而卧，不去管得林瑶的反应。其实我内心是失望的，我失望为什么不重生在林瑶？虎口欲险道，我定会远远的避开，让老虎饱餐一顿。也许一切都会不同，也许是我一反常态的神态与脾气。最近这几日，林瑶倒是主动与我解释：齐莹，你若能变得胸襟宽广些，我以后也会想法子带你去上界，等那时，我们一家三口便可团圆了。相信我，你我终归是结发夫妻。他语气不似之前那般冰冷柔和许多，我依旧只操心我自己的事情，只是敷衍的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。但他的话我是半个字都不信，他这张嘴可比鬼还能骗人。见我只是不停的敷衍他，他最终轻叹一声，转身离去。今日是林瑶带着麒麟和常之秋离开的日子，我起了个大早，不是因为他们，而是因为今日我也要离开了。没想到常之秋也早早的就来了，见我背着弓和包袱，他主动上前行了一礼：齐兄，这是要进山打猎吗？我的个子更高，居高临下的斜视着他，他们娘俩不在这里，别装出这副样子，不觉得恶心吗？常之秋根本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在我和林瑶面前完全是两副模样。以前我直接明言跟他说过，你终归是外人，别想着破坏我和林瑶他们娘俩的关系。但他虽然嘴上称不敢，但转头就不小心让林瑶知道了这件事，我气不过，直接揍了他一顿。没想到这下却惹恼了林瑶和麒麟，他们怨我动手伤人，怨我不分青红皂白，怨我欺负他们喜爱之人。可我至今还记得常之秋当时那丑恶的嘴脸，不被爱的你才是外人。是的，现在我明白过来，他说的对，我才是那个外人。齐兄说笑了，我本就是这个样子。林瑶和灵儿十分喜欢他，脸上似笑非笑，眼底嘲讽之色溢于言表。还没等我接话，林瑶的声音便从身后传来：你们在聊什么？我没有回答。林瑶走上前，将我和常之秋隔开身子，转向我，有意无意地将常之秋护在身后。麒麟也醒了，揉着眼睛和常之秋打招呼，再看向我时却把脸扭了过去。没事，齐兄有些舍不得你们，便提点些我需要注意的事情，毕竟以后齐兄不在了，我总得替他照顾好你们。常之秋的谎话信手拈来，林瑶听罢后对我露出了些许愧疚的神色。
齐莹，你若早些如此，该有多好。放心，等回了宗门，站稳脚跟，我便想法带接你去，不会很久的。我懒得解释，转身离开。林瑶却注意到我不仅带了弓和箭，还背着个包袱，她猛地闪身拦在我身前，话语间微微有些慌乱。等等，你要去哪里？为什么要背着包袱？我不动声色地学着。常之秋撒谎，我进山多打些猎物，换些银钱给你们，也许能用得到。麒麟却在身后小声嘀咕着，上界用的都是灵石，根本用不到那凡间的东西。他又在觉得我多此一举，因为我根本不懂上界仙人的生活，只是个凡人，只是个猎户，我也无所谓，这只是随口找个理由脱身罢了。林瑶闻言呆愣了片刻，轻声对我说道：“你早些回来，我们不久后就出发，有没有换来银钱都不重要，你回来就好。我回来干嘛？看你们双宿双飞。”回头的最后一眼，看见他们在院子内亲切交谈，似乎像是在畅想未来的美好日子。而前方的阳光逐渐洒落，微风和煦，虫鸟清明。我此刻也度过了我的情节，走在属于我自己的路上。林瑶起初只是等在家里，后来实在忍不住了，便跑到村口，时不时张望着麒麟可能回来的方向。但很可惜，他再也没等到那个总在身边习以为常的身影。眼见时候到了，麒麟已经有些急不可耐了，他也跑到村口，对着林瑶道：“娘，时间快到了，我们出发吧。”林瑶心里没来由的有些焦躁，语气也有些冷：“急什么？等你爹回来再说。”麒麟有些被吓到了，他从小便不敢忤逆林瑶，只能小声嘀咕着：“那爹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他不会是自己走了吧？”这一句话触碰到了林瑶敏感的神情，他狠狠瞪了麒麟一眼，似乎像是他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一般。“你爹只是走得慢了些，他会回来的。”林瑶提醒着麒麟，似乎也在提醒着自己。不久后，常之秋也来了。“林瑶姑娘，我们还不出发吗？再等等。”林瑶似乎铁了心要等麒麟回来。“林瑶姑娘，我觉得齐兄定是在故意躲着我们，说不定就是等我们离开了，他才会回来。”听完常之秋的话，林瑶欲言又止，纤细的手指紧紧捏住自己的袖口。她现在终于知道等待的时间有多难熬。以往不管他去哪里，齐莹不放心，总喜欢陪着他。后来他烦了，齐莹总是在他回来的路上等着，不管多晚，总是会在家门口，或是在村口，又或是在半路上看见那个高大如铁塔般的身影。林瑶总埋怨他没出息，只知道守着自己和儿子。本来以他的本事总该有所作为，齐莹却不搭话，只会摸摸后脑勺，咧着嘴笑。我以前只有自己独来独往，也就没什么念想，现在有了夫人，你和儿子就有了念想，所以心里总记挂着你们。久而久之，林瑶便习惯了。直到今天，等待与被等待的人互换，林瑶却再没能等到齐莹出现，她这是生我的气了。林瑶用几乎自己听到的声音嘀咕着，或许他回来后会自己想开吧。情节已经度过，下凡的目的达到了。照理来说，两个人的缘分已经先凡有别，是时候分隔开来。他的修仙路还没走完，以后会有更多的劫难等着他。林瑶轻叹一声：“走吧，我们去宗门。”麒麟眉开眼笑，神采飞扬，但在临行前，林瑶还是跳下飞剑，写了封书信放在家里的桌子上，并小心翼翼地布置了个阵法。书信等，且只能由齐莹亲自取出，显眼处更是写下夫君。齐莹轻启，按常之秋所说，等他们一行人走了，齐莹就会回来了。届时他第一眼便会看到。我答应过齐莹，以后也会带他回宗门，等他回家安心等些日子，我就会来接他的。林瑶对常之秋和麒麟解释着，但更像是解释给自己听。随后三人便星夜兼程回到了宗门。可这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已是数月，林瑶的心情却愈发焦躁。她感应到留在家里的阵法没有消失，也就是说，那封书信齐莹没有打开。他难道一直没有回来？难道他出事了？不可能，他想必是不愿意看那封信。诸如此类的念头一直在林瑶的脑海中不断盘旋着，他无法静下心来，修为毫无寸进。儿子麒麟最近也一直吵嚷着想见父亲，就像现在，常之秋苦笑着过来请他去安抚麒麟。这孩子今天闹得格外厉害。林瑶眼见着麒麟将弟子送来的饭菜扫落一地，住手！你在做什么？娘，我梦见爹了。林瑶从不是惯孩子的人，但当麒麟红着眼睛看向自己的时候，他还是心软了。恍惚间，他从麒麟身上看到了齐莹的一面。儿子长得像他不假，但眉眼和额头完全是跟齐莹一个模子刻出的。是啊，若是齐莹长得丑，怎么可能和自己生出这么好看的孩？那年他刚下凡间便遭了凶险，那块成精的斑斓猛虎嗅出他身上的仙气，只要吃了它，便会道行暴涨。怎奈何如今阴劫下凡，修为尽失，连勉强抵挡都做不到，身负重伤，命悬一线之际。凋零利剑伴随着撕破风声的尖啸，射穿那猛虎的咽喉。因失血过多，林瑶的精神恍惚，只能依稀看到是一位高大的猎户救了自己，而那位猎户名叫齐莹，就是他要遇到的情节。齐莹将他带回家里，悉心照料。在相处过程中，他观察到齐莹虽然生得高大健壮了些，但并不粗鲁，与之相反的很细心，也很懂照顾人。林瑶很满意，最起码他并不让自己反感，于是顺理成章的以救命之恩为缘由嫁给了他。两人成婚前，村里年长的老人告诉他，齐莹是吃着村里的百家饭长大，没见过自己的父母是个孤儿，所以时间长了，他便称呼自己为齐莹。但没有父母不代表他没有教养，齐莹是个不错的人，勤劳善良，还有股子常人没有的胆气，嫁给他不会吃亏的。事实也确实如此。成婚后，齐莹从没对他不好过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中怕摔了。尤其是有了儿子后，他更是每天从早忙到晚，但好像总是乐在其中。也就是在那段日子里，齐莹渐渐变得有些不修边幅，样貌也沧桑了不少。在回忆的角落中，林瑶找到了被他遗忘的过去。齐莹其实是生得好看的，出嫁当日没有什么轿子，在村民的起哄声中，齐莹抄起他的腿腕，将他横抱怀里。当时盖着半透明的盖头，两人的距离离得很近，近到能感受彼此的体温、呼吸和心跳，近到能看到他剑眉星目，看到他气宇轩昂。那时的手便不由自主地环绕住他的脖颈。林瑶心动了，附身坠入这场情节那晚，他也是愿意。娘，麒麟的呼唤声将林瑶拉回。现在娘这宗门里做的饭菜不好吃，不如爹给我烤的山鸡，还有爹会给我做木剑，带我出去玩。这里的长老对我一点也不好，我们什么时候回家去找爹啊？麒麟跑过来，仰着头看向林瑶，他沉默着，不知道该怎样回答。儿子，这样吧，你不再闹脾气，每日按时完成长老布置的功课，我带你去找他。
麒麟的眼睛亮了，像是看到了希望。娘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好。后来遗传了灵瑶修炼天赋的麒麟，在宗门小比中表现不俗，得到宗门允许后，母子二人星夜赶回家中，迎接他们的却是落满灰尘的房屋，还有那封从未打开写着夫君亲启的书信。我出了村便一直迎着朝阳赶路，这旅程并不太远，期间遇到群正在对一家人施暴的强盗，马车夫和随同早已一命呜呼，妇人和姑娘正被连拉带扯的拖进树林中，那凶神恶煞的头领还扬言让我留下钱财，就放我一条狗命。不过当我连带着他射死第4个强盗的时候，余下的人便开始抱头鼠窜，一家人绝处逢生，上了年纪的男主人便过来拜谢，并恳求我将他们送到附近的临江城，并答应会有回报。反正无事，我就应承下来，将他们安全送到后，我便趁机独自离开了。现在世道艰难，一家人遭了洗劫，我也不打算要报仇。临江城很大，大到一眼看不到头；临江城又很小，小到找不着好营商。几经周转之下，当地知府派人找到了我，他就是我之前救下的上了年纪的男主人。就这样，我成了他辖下的千总，说是6品官职，统领地方驻军，负责治安和房屋。有了官身，也买了房产，便有人打听起我的身世，想对我寻一门亲，无父无母，无妻无子。反正我是这样回答的，而实际情况也差不多。前世今生，妻子儿子都不在身边，也未曾见过父母，孑然一身，无亲无故。不过今生我不会守在那个名为家的屋子里苦等一辈子。灵瑶和麒麟也不再是我割舍不下的人，我有了自己存在的意义，不为他人而活。直到快过年那天，我照例带人去巡街，同僚却小声提醒我，后头有人跟着。我瞥了一眼，一大一小2个身影，女的清丽无双，不似凡间女子；男的年纪虽小，但已有丰神俊朗的样子，是灵瑶和麒麟。他们不在上界的宗门里好好修炼，怎么会来此？我没有去管，继续执行公务。这段日子，在我的监督下，临江城的风气日渐好转，路上的贩夫走卒、居民商户都主动与我打起招。我遣散了队伍，独自找到路边的一家面摊，在老板热情的招呼下，要了碗面和咸菜。一回头，他2人还跟在我后面站着，对面有位置站着多累啊！闻言，麒麟甩开灵瑶的手，激动地跑来，脸上是藏不住的欣喜和雀跃。灵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，只是往日总爱拧在一起的眉毛舒展开来，但眼眸是低垂的，将情绪藏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。缓步靠近，接过老板放下的面条，我又加了2碗，刚嗦第1口，就听见对面的麒麟喊我爹。我不着痕迹地停顿片刻，又继续嗦着面，实在想不通他们娘俩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按照前世的情况来看，从那天起，我们便是2个世界的人了，此生不复再见的那种。可现在却超出了我的预料，后2碗面也很快被端了过来。麒麟一边学着我的样子吃面，一边叽叽喳喳地跟我讲述，他们回去后看到了那落满灰尘的屋子，也看到了那从未被开启的信封。灵瑶情急之下顾不得许多，便在深夜将村中熟悉的老人唤醒。老人揉了揉惺忪的睡意，诧异地问道：“林姑娘，不对，是林仙人，你怎么回村子了？请问自打我走了那天起，你们看见齐英回来过吗？”齐英没见过啊，他不是跟你去上街了吗？怎么你俩吵架了？老人不明所以，还叮嘱着灵瑶：“没事儿，那小子那么喜欢你，说不定过几天就回去找你了，跑不了的。”灵瑶已经无心再听老人继续讲话，他知道那天我离开的比他还早，也再不曾回来，于是便带着麒麟在各处寻找我的踪迹。偶然间，他们遇到了姓王的游商，从而听说临江城出现了一个很像我的人，这才千里迢迢地赶过来。现在我知晓了全部，但他们的到来却没有掀起一点波澜。前世他们所做的决定我都知晓，如今出了岔子，想来也只是小小的意外，一切终归会回到原有的情节。行了，等面吃完就跟你娘回去吧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说完，我将面前放在桌子上，却看见麒麟呆愣愣地看着我，就连停在半空中的筷子也僵在原地，眼眶积不住泪水，顺着脸颊滴落在汤碗里，溅起一朵朵小水花。我没有理睬，转身便要离开，却被拉住臂弯。我笑很轻柔，但却十分坚定。我没挣脱开，麒麟那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响起，比以往柔和许多，又夹杂着些许责怪。我与灵瑶对视，终究还是他先退让了，目光有些许躲闪。你能等等吗？听我把话说完，我又坐回原位。灵瑶似是怕我跑了，手一直不曾松开，她不停地跟我讲，说知道我心里有气，但我们是一家人，现在有什么事情可以当面谈。麒麟也在求我，说让我不要走，而我其实并没有生气。从下决定离开的那刻，我都将曾经一切都看作是过眼云烟。但灵瑶不信，她觉得我们久别重逢，应该欢天喜地地抱在一起，或哭或笑地倾诉着自己的思念之情，而不是现在这样还没说上2句话便要离开。灵瑶觉得我这是在报复他们，惩罚他们。她的手颤抖着收紧，目光追寻着我的眼睛，似乎想在里面想找到她期待的答案，但结果让她失望了。无心无形，诚如明镜，所作所为皆为本心。她无力地松开手，我没有任何停留，抽身离去。后来家旁边新搬来的邻居是灵瑶，她没有走，而是买下旁边的院子，与麒麟一起住了进去。早晨从门口路过时，偶然瞥见院子里头布置的和村子里曾经的家别无二致，我也不甚在意，继续过我自己的生活。但灵瑶却与以往大相径庭，往日她不喜欢我跟她太近，喜欢留出距离，而现在换成她一直跟着我，出门的时候在，巡街的时候在，吃早点的时候也在。我也曾让她不要再跟着我了，她却只是沉默着向后退了3步，示意自己没离得太近。如此一来，便有些风言风语传出，毕竟一个清冷的美人总跟在个男人身后，也着实惹人联想。同僚和手下也总问我她是谁，不清楚，她住我隔壁。这时间长了，同僚便劝我不要跟他们一起去巡街，毕竟身后总跟着个人，心里有点发毛。我在家待着倒是让麒麟欣喜不已，起初他直接翻墙来到我的院子，被我呵斥后便规规矩矩的敲门，爹，我想吃你烧的鸡肉啊，但我从来只做我自己一人的料，没有得偿所愿。他并不气馁，反而在饭点拎着食盒，爹，娘做了许多你爱吃的，要不要来尝尝？娘的手艺进步了好多。我没有回应，都说修仙之人是喝露水生活的，不吃五谷杂粮，灵瑶以前便是这样。
厨艺一窍不通。如今看来并非如此。后来麒麟在院外叫门，我不理睬他，却敲得更响了。万般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开门。爹，有人来给娘说情吗？他仰着小脸，焦急地将我拉到隔壁。刚进门，便听到媒婆那尖细的嗓音：姑娘生得这般漂亮，自然会有人惦记上，这叫做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那城东的刘员外没等媒婆把话说完，便被林瑶清冷的声音打断：告诉你，我已经嫁人了，而且与我夫君有缘。正说着，林瑶将目光投向刚被拽进来的我，眼中闪过毫不掩饰的惊喜和期待。媒婆左看看右看看，仿佛被搞糊涂了。姑娘，你是说齐营大人？可齐营大人说他从未成婚，一直都独身一人啊。气氛变得沉默，林瑶好半天才回过神来。你说什么？齐营说他从未成婚。媒婆胸有成竹，从怀中掏出本小册子。当然，齐营大人还未娶妻，城里的人都知道，这名册上的姑娘都是想嫁给齐大人的，已成婚的寡妇，没过门的心腹都有。听到一半，林瑶望向我：你认真的？媒婆还以为是问他，便继续解释道：那当然，像齐大人这样的可是最抢手的，长得高大威武，人又好，城里不知多少姑娘想的就是他。而且若是他真有儿子，想必……媒婆的视线落在麒麟身上，看着与我有些相像的样貌，猛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声音越来越小，想必和这孩子差不多大。那个我有事先走了。说罢，媒婆便慌忙地离开了。林瑶咬着嘴唇，颤抖着问我：齐营，你为何说你从未娶妻？你忘记我们拜过堂，成过亲吗？我当然没忘，但我又能如何？去说我有个仙人妻子，还是说我妻子不要我了，和别的男人双宿双飞去了？更何况是他决绝在先，前世发生的一切还历历在目，我总不可能跟前世一样回想着妻儿的音容笑貌，孤独地死在床上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看着自己的发妻带着儿子和别的男人离开，对于那个男人是多么大的侮辱和折磨？在你选择常之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你嫁的是他。话说出口后，林瑶的情绪终于忍不住爆发：齐营，你混蛋！我却在他爆发的那刻转身走了，身后却传来他急切的声音：对不起，我不该凶你，对不起，并非是我铁石心肠，我前世曾一度以为是我哪里做错了，让林瑶放弃了。我在懊悔和反思中沉沦了数十个岁月，那是我所经历的伤痛，远非他现在所能相比。经历这件事后，我觉得林瑶总该彻底死心了，没想到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跟着我。经由那媒婆的添油加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竟成了众人口中抛弃妻子的负心人。但好在常之秋也找了过来，许久不见，他倒是更添了几分仙家气质，想来也是在宗门学了些本事。此时正提着笔熠熠生辉的仙剑，言语里尽是痛心惋惜的意味。瑶儿，你这是何苦？他已经不爱你了。林瑶闭目深吸口气，随后对常之秋郑重地说道：首先，你救过我的命，为了报答你，我带你回宗门，你我已然两清。其次，瑶儿二字不是你能称呼的。声音森寒如九幽下的玄冰，他在常之秋面前又变为那清冷谪仙的模样，那谁能这么喊？齐营吗？他只是个凡人，只是个凡人又如何？他是我夫君，怎么称呼我都不为过。林瑶接着道：他是我的情劫，我曾以为斩断了情缘也就度过了，可我发现我斩不断，我爱他，忘不了他。常之秋忍不住浑身颤抖，他奈何不得林瑶，便把怒火发泄在我的身上。齐营，现在你可满意了？瑶儿本来可以安然度过这次情劫，我们本可以在宗门继续幸福的生活下去，都是因为你，你为什么不能彻底消失呢？我瞥了眼气度全失被妒火折磨到疯狂的常之秋，明明被丢下的是我，孤身一人的也是我，但在他眼里，做错一切的也是我。按照你的逻辑，我是不是应该在你们离开后立刻悬梁自尽，或者等在原地，期盼林瑶能过个几十年下来看我一次？人性的自私自利莫过于此，修仙之人也是这般，更何况我曾经期盼了一世的重逢，如今早已实现，如今看来不过如此。常之秋说不过我，便开始言语辱骂，胡搅蛮缠，我自是饶不得他。你怕不是修仙把脑子修傻了？是非不分，可以理解，你父母师长没有教好你，你在挑衅我，莫不是活腻歪了？常之秋仰天长啸，声音刺耳磨人，我已学了仙家本事，周身法术护体，就凭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仙凡有别？一旁的林瑶周身寒气森严，常之秋，你敢伤他一根汗毛，我必要你偿命。没关系，瑶儿，你等着，我等我杀了那个凡人，我们就能。弓弦的乍鸣和羽箭的厉啸骤然响起，打断了他的傲慢与猖狂。常之秋不可置信地摸向自己的咽喉，插在那里的箭杆还在颤抖，伤口才刚刚来得及渗出鲜血。我能一箭射杀快成精的猛虎，对付你这种半吊子，自然不需要第二箭。常之秋还想说些什么，在空中虚抓一番，但最终还是望着林瑶死不瞑目的倒下。林瑶叹息一声，偏过头去没有理会，目光复杂的落向我。常之秋也算是罪有应得，你心中的气可曾消了些？我曾出手教训过常之秋，换来的是妻子和儿子的斥责和埋怨，如今一剑杀了他，反倒是干脆利落。从前种种，譬如昨日死；今后种种，譬如今日生。经由常之秋这么一骂，周围人也消解了对我的误会。不久后，知府亲自找到我说，他女儿自打被我救那天起，便心悦于我。我答应了婚事，也选了好良辰吉日。直到那时，林瑶终于不再纠缠我要带麒麟回宗门，母子二人临行前与我道别。麒麟撅着嘴，可怜巴巴地望着我，爹，我会想你的。在被林瑶带上飞剑的时候，他红着眼睛，时不时的就回头望一眼，拼命地朝我挥手。爹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会尽快回来找你的。在前一天，林瑶上门求我，齐营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做到一个妻子的责任。你不肯原谅我也没关系，但儿子年纪还小，是非对错还没有认清，这次能有来找你的机会，也是他在宗门比试上拼命换来的。灵儿也是你的儿子啊，我求你。林瑶将头埋得更深了。说起来，他在我面前好像变得卑微了许多。我答应了与麒麟约定，只要他修为大成，我们便可以团聚。于是便有了今天这一幕。林瑶在分别前也从怀中掏出一只精致的盒子，打开后，里面是一枚圆润光亮的丹丸，光晕流转，丹香扑鼻，一看便价值不菲。这是万寿丹，服用下去能增加寿元。我不需要。我面对林瑶惨白的俏脸，泰然视之。凡人生老病死是常态，我也只是其中一员罢了。他不肯放弃，焦急地抓住我的手，将丹药塞了进去，就当是你的新婚礼物好吗？祝你新婚快乐。我没有做到的。
希望他能做到。你照顾好自己。林瑶嘴唇嗫嚅着，她每多说一句话，眼圈便更红一分，最终有了哭腔。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流泪，也是最后一次。大概是因为我们再也没见。我与知府的女儿顺利完婚，数年后育有一女，唤她为齐生。齐生天资聪慧，有仙根，是个修仙的好苗子。可当上界宗门要收她做弟子时，被她毫不犹豫地拒绝。修仙有什么好？为了多活几年，生儿只想陪在阿爹和娘亲身边。后来宗门又有人来，我以为又是想来收生儿为徒的，便让家丁把他打发走。没想到刹那间有人出现在我的面前。爹，我看着眼前已经高大不少的麒麟，恍若隔世，他的容貌长得还是像他母亲多一些。爹，我修为有成，曾在修炼中窥视到宿命的一角，前世你。我明白他想说什么，默不作声便是最好的回答。他重重的下跪，爹娘已仙逝。他将我送回宗门后，便自己回了村子。他跟我说他没度过这场情劫，也不愿意度过儿子。此次来，便是带娘和自己对父亲说声抱歉。麒麟对我磕了3个响头，临走前，我将那万寿丹交还给了他。如今我已两鬓斑白，但家庭和睦，我愿意与妻子白头偕老看女儿长大嫁人。后来我又回到那个过去的家看了一眼，那里有一座孤坟，埋葬着我曾经的过往，纪念着追悔莫及的情缘。初见的雨不似雨，偏似秋水，沾了醉饮，匆匆逝道，独行千里。这世间种种不告而别，即是别离。